What's up？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 WaveTech 浪科技，我是 Eric。今天我们就来聊一款轻频温湿度传感器 Thread 版。这款传感器呢，和上一代的轻频温湿度传感器 H 版的外观基本完全相同。所以呢，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视频，可以点击这里，这里。新款由蓝牙升级成了 Thread， 有了更稳定的连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款的 T 版相对上一代的 H 版做了哪些升级，还有 Thread 又是什么东西呢？如果你对 Thread 更加感兴趣的话，也欢迎使用视频章节功能跳转到 Thread 的部分。轻频温湿度计 T 版主要在 H 版的基础上增加了 Thread 的连接功能，带来比蓝牙更加稳定的连接，支持 HomeKit 和轻频加两大平台。通过轻频了解到 T 版在今年晚些时候还会升级为 Matter 智能家居平台的支持。当然，如果你想支持 Matter 平台的话，还是等等再入手，毕竟跳票了你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外观和上一代的设计完全相同，圆盘形的电波屏，屏幕增加了 Thread 的 logo。当 Thread 连接到 Apple 家庭网关的时候 ，Thread 的标志就会点亮。如果直接连接到手机或者家庭网关不支持 Thread 的功能的时候，就会调到蓝牙连接，蓝牙的标志就会亮起。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并不是屏幕带有 Thread 标志的设备一定就是 T 版。这里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同版本之间有可能共用新款的电波屏，所以开机或者电波屏刷新的时候就会看到 Thread 的 logo 亮起，但并不一定代表设备就一定支持 Thread 功能。另一个 Thread 版本在连接之后，默认会不显示电池电量，需要查看电池电量可以按一下背后的按钮，或者是电量过低的时候，也会自动显示低电指示。在支架背后有一颗 CR2430 的纽扣电池，官方声称有8到12个月的电池使用时间。我这里蓝牙的这颗电池使用了已经超过1年，这里还有1半左右的电量。Thread 理论上来说只会更加的省电，所以这里要达到官方声称的1年的续航时间，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如果经常需要轻频加同步30天的历史记录，会大大增加电池的消耗。安装方式呢有3种，机身背面有一个 Surface 同款的支架，支架可以2个角度悬停，机身背部也有磁铁，可以轻松吸附在一些柜台、冰箱或者墙面。如果是墙面安装，这里还配备一个墙面支架，可以先把支架贴在墙上，然后机身就可以吸在支架上了。这里就是吸得不怎么牢，但是不去碰的话，应该是不会掉下来的。那么轻频这款温湿度计最重要的升级肯定是 Thread 了。那么什么是 Thread 呢？首先，肯定还有很多人搞不懂 Thread 和 Matter 的关系。Matter 是一个智能家居的标准，由3巨头 Apple、Google、Amazon 联合众多芯片厂商以及智能家居企业共同发布的开源跨平台标准。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一些 Matter 的功能，还可以去看看我这期的视频。而 Thread 呢，是一个无线通讯标准，最早由 NextLab 从 Zigbee 的基础上魔改而来。NextLab 后来被 Google 收购，并将 Thread 标准开源。开源的版本又叫做 Open Thread。Thread 和 Zigbee 都属于 802.15.4 无线技术，但它特性却和 Wi-Fi 802.11 无线技术比较像。首先，不像 Zigbee， 每个品牌都需要自己独立的网关才能正常工作。Thread 设备之间可以跨品牌、跨设备的相互组网，大多数的 Zigbee 设备需要连接到自己特定的网关上才能正常工作。Thread 网络里第一个具有边界路由器功能的设备会自动成为边界路由器，而其他设备会在主边界路由器宕机后，自动推选出新的边界路由器作为替补，比较像 Apple 家庭里的家庭中枢，其中一个 HomePod 如果宕机了，家庭中枢就会自动切换到其他的 HomePod 上，并且这个网络是可以通过不同品牌的 Thread 设备进行扩展，让 Thread 网络有更广泛的覆盖。使用电池供电的设备也可以成为 Thread 的网络末端设备，连接在网络的最末端。末端设备是不会转发其他设备的消息，满足低功耗的需求。Thread 又和 Wi-Fi 一样基于 IP base， 所以 Thread 设备可以直接连接到其他 IP base 的设备，例如手机、平板、电脑等。而 Zigbee 刚刚在2023年1月才提出了 Zigbee Direct 的标准，允许 Zigbee 设备像蓝牙一样直接和手机通讯。和 Wi-Fi 不同的是，Thread 的设计初期就考虑到智能家居休眠的特性，智能家居传感器通常属于休眠状态，偶尔唤醒以后发送一个心跳包之后又会进入休眠。Thread 默认就支持低功耗功能，能在设备休眠的时候远程唤醒设备，甚至支持紧急事件功能。关于 Thread 的这2个特性，我们这里展开来说一说。例如，你有2个休眠的门窗传感器连接在同一个网关上，这时候希望从网关发送一条指示灯闪烁的命令给其中的一个门窗传感器。休眠的 Zigbee 设备是无法接收信息的，而 Thread 的设备就可以在休眠状态下被特殊的命令唤醒。而紧急事件功能可以帮助设备在断电的时候，
利用自身电路里的最后一丝余电发送一个紧急消息，告诉其他设备我就要没电了。那么 WiFi 的这些特性要等到 WiFi 6上才有支持。目前来说 WiFi 6的芯片会比较昂贵，所以市面上还没有看到太多 WiFi 6的智能家居产品。Thread 和蓝牙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路由的方式不同。Thread 默认采用向量路由的高级算法，消息在 Thread 网络之间始终会通过最短的路径发送，提高了网络的利用效率。而蓝牙采用宏宽路由的模式，效率低下，还可能造成丢包，导致控制智能家居设备的时候反应比较慢，或者压根就没有反应。OK， 今天带大家来看了轻频温湿度计的 Thread 版本，还简单介绍了 Thread 和其他的无线通信协议拥有哪些的特性。下次如果再有人问你什么是 Thread， 什么是 Matter， 你一定可以给他科普科普了。对了，如果你想要购买这款温湿度计的话，可以使用下面的推广链接。如果喜欢本期的视频，记得关注点赞。如果不喜欢，也可以发给你最讨厌的朋友，说不定他会喜欢。OK， 我们下期视频见，拜。